海风吹动着风情的斗笠，身姿曼妙的女人头上的纱巾随着海风摇曳，路过的男人都忍不住上下打量。男女两人眼神对上，交谈几句，便前后走向海水。这是电影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片段，女主桂纶镁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广西野鸭湖的陪泳女。在电影中，陪泳女三五成群地游荡在沙滩上，遇到眼神透露有兴趣、有欲望的男游客，就会上前搭讪报价。没错，所谓的陪泳女其实就是一种利用环境出卖身体的特殊从业人员。不过，电影始终是电影，属于艺术加工。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这种职业吗？他们又是否和传闻中的一样，在海中和男人运动，而且收费低廉，服务又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陪吃陪喝陪玩大家都听说过，但各位见过陪泳吗？乍一听陪游泳这个词，大家可能下意识会觉得是不是跟游泳教练一样，专门服务不会游泳又想下海的人，在一旁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措施？错了，读者今天说的这个陪游泳可没有那么简单。陪游女最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，是源自于某个网友的爆料。这名网友说，广西北海有人光天化日在海里从事非法交易，名为陪泳，实则为人提供肉体服务。该网友描述的十分细致，称北海的沙滩上总有三三两两的女人不游泳，到处转悠，目光时不时落在落单的男性身上，锁定目标后上前主动搭话，看似搭讪，实则是在招揽生意，讨价还价。这些女性被统称为陪泳女。北海银滩是北海市著名的旅游景点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区，面积超过大连、烟台、青岛、厦门和北戴河海滨浴场沙滩的总和，而这里的平均坡度仅为 0.05。 银滩因为沙细白、水温静、浪柔软、无鲨鱼等特点，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滩，每年来这里参观的游客数不胜数，而陪泳女就是看准了这群顾客诞生的。关于陪泳女的故事，国内还有一部专门的电影，就是读者在视频开头提到那一部。电影里，桂纶镁头戴大白斗笠，不认真看只能看见个三角形，看不见脸。这个造型其实和现实中的陪泳女形象十分接近。陪泳女大多集中在北海银滩，因为这些人的猖獗，甚至都衍生出了北海银滩繁荣昌盛的调侃。陪泳女的工作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她们就像是海鸟一样，工作季节性极强。每年4月底，陪泳女们离开老家到北海，10月底离开北海回到老家，一年只工作6个月。毕竟天寒地冻的，实在下不了海，而夏天太阳太毒辣，她们每天要泡在海里撩客接客，大大的圆锥形斗笠自然就成了标配。据说如果她们被欺负了，会把斗笠扔掉，其他的陪泳女就会前来支援。和传统的风俗女相同，陪泳女的世界里也有专业术语的。读者就随便举个例子，打烧饼意思是一天里一个客人都没接到，空手而归。打波不是亲嘴，专指让客人上下手而没有更多的其他行为。打猪草指的是真正在海里为客人提供全陪服务了。毫无疑问，从各个角度上来看，陪泳女都是另一种方式的风俗从业者，因此他们工作的时候也有人进行保护和支持，其中不乏是家人或自己老公。至于价格，虽然顶着碧海蓝天的北京和泳衣的诱惑，但他们的收费却不高，价钱从50元至200元不等，通常是在海里交易。接下来读者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陪泳女的故事。刚入夏不久，香港某公子到银滩游泳，他跟中介人说，我是大学室内游泳银牌得主，想要找个人陪同游泳，并且愿意付双倍报酬。中介以为遇到大客户，就向他推荐了银滩的陪泳女王。两人游到了深海处，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了。香港公子想要更进一步，在海滩上进行亲密运动，但是却被陪泳女王给拒绝了。一怒之下，他就将女人推下了海，随后自己回到岸上。上岸后，中介只看到客户一个人回来，于是开口询问，结果却被香港公子怒斥威胁，还硬塞了5万块封口。香港公子离开后，中介对着大海发了半天呆，他当然猜出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良心不安的他赶快来到了陪泳女王的出租屋，结果却看到她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而这位陪泳女王其实加入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了。这位陪泳女王是湖南人，高中毕业，
原来在省游泳队参加过集训，结果却因为没有视力被淘汰。没什么学历的她又被亲戚骗着去了北海当公关小姐，直到后来发现了银滩，才正式成为一名陪泳女。银滩上的陪泳女其实经历和她都差不多，而且这份职业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是危险性却很大。很多人以为陪泳女都是会游泳的，其实陪泳女中至少有1/3不会游泳。银滩浅海区域宽广，不会游泳的陪泳女在浅海区陪人玩玩还可以应付得来，但有时候也会发生悲剧。2007年就有一个四川籍陪泳女，她每天在银滩干到深夜，想要赚钱给孩子攒学费，结果某天夜晚，一个客人强拖着她去了深水区，突然一个大浪打来，客人手一松，陪泳女当场就被卷到大海中，人也不见了踪影。这名陪泳女的丈夫闻讯赶到北海，拿着她几个月积攒下的钱痛苦不已。银滩上的陪泳女大部分来自湖南的沅江、常德、益阳乡下，以及重庆、成都附近几个县的乡下，其余也有贵州和湖北的。虽然来自五湖四海，但是这些陪泳女都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，那就是穷。一家人要吃要穿，只能靠陪人游泳挣钱养家。在银滩，甚至还有2个很特殊的陪泳女，人称银滩2金花，但这2朵金花其实是一对聋哑人，她们并不是姐妹，但每次总是在一起揽客。大哑女叫田华，26岁，小哑女叫王丽，18岁，她们都是江苏无锡人，在聋哑学校读过书。王丽的成绩还很好，可是王丽分配到田华所在的工厂工作不到半年，两人就双双下岗了。田华带着王丽从无锡到北海当了陪泳女。这对姐妹只要泳客给小费，就允许动手抚摸，但是更多的服务怎么也不愿意做。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读者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。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阿聪好了。阿聪第一次来到银滩的时候，就听说了陪泳女这个陌生词，起初他还很新鲜，但初次下水后就遇到一个陪泳女迎面而来，悄悄问他要不要找人陪游泳。阿聪在回忆中描述，这名陪泳女衣服很薄，全身湿漉漉的，因为头上戴了帽，样子看不太清楚，但也算眉清目秀。陪泳女表示陪游泳1小时只要50元，想深入点就要100元，其他的可私下商议。阿聪见价钱合理就答应了。阿聪说，那陪泳女见找到客人，便立即把衣服脱下，她在衣服里面穿了泳衣。按照陪泳女的说法，这种行为是一个暗号，告诉其他同行自己找到客人。当陪泳女脱下外衣时，阿聪才看清楚她的身材是如何出众。二人很快下水，陪泳女很主动地围着她运动，过程中不免会有身体接触，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。阿聪干脆心一横，从后抱住她游到了深水处。陪泳女表示，要是在海水里行周公之礼要200块，或者回到酒店也是200。见价钱一样，阿聪便决定先试一次海上大餐。在海水的浮力下，泳衣自然可以被轻松地脱下。陪泳女对这种事儿也见怪不怪，水压令双方不用耗费太多的体力，轻而易举就完成了这项交易。而这一次的体验也是让阿聪回忆满满，多年以后他都始终不忘这次在海中的经历。其实说到底，陪泳女的存在无疑是一种悲哀，这不仅是对环境的玷污，同时也是底层人和风俗从业者的一个写照。想要彻底让他们从这个行业离开，回到成长的生活中，只能说是任重道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